新加坡开埠以来，岁月匆匆，许多历史没来得及好好记录下来。所幸民间不乏有心人，默默拾起时光遗落的老物件。电影海报、旧票根、特刊等，让电影发烧友反复回味当年，换回那些逐渐被遗忘的观影时光。新传媒艺人钟坤华在牛车水一带长大，钟情于影视文化的他，对眼前的大华戏院非常着迷。这座戏院早已结业，但建筑得以保留，仿佛还留有昔日荧幕的余温。这天，他在牛车水巧遇收藏家黄汉民，两个志同道合的电影发烧友一见如故。我是坤华，我是汉民。汉民你好，你好，你是摄影师？我不是摄影师，我是一个戏院文物收藏家。黄汉民从小热爱电影，也因此开始收集各种和电影相关的周边。40年来，他穿梭于各大戏院、跳蚤市场以及二手商店，不断丰富自己的收藏。哇，你收藏好多哦！每年都找到新的东西，我看到喜欢就买下来。请问你收藏街多久了？在40年。40年，哇，好长的一段岁月。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用照相机去记录这些以前的戏院呢？那是因为有一家，其中我最喜欢的戏院，它就关闭，然后被拆除了。那间戏院就叫做奥迪安戏院 （Odeon）。位于桥北路的奥迪安戏院建于1953年，是国泰机构的旗舰戏院，专门放映英语电影，是国泰当年最卖座的戏院。我在这里看了很多好莱坞的片子，好像《星球大战》。1984年，我经过那边的时候，就发现它已经变成一个空地了，突然间很惊讶，也很伤感啊。所以我也是很遗憾，当时我没有把它拍下来，就没有一个纪念还是留念。当年还在读中学的黄汉民，为了找到奥迪安戏院的照片来留念，还特地去了一趟国家档案馆。虽然最后失望而归，这份遗憾却让他受到启发。他决心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和收藏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正在消失的老物件。所以我就开始拍其他的戏院。黄汉民拾起父亲的相机，开始走遍新加坡大大小小的戏院，用镜头捕捉了无数张老戏院的珍贵影像。这个是那种露天，然后人家开车去看电影，对不这对？个就是 drive in， 就是人家驾车进去。这个在玉廊在玉廊的大影厂。玉廊大影厂在1971年开幕，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汽车戏院，可以容纳900辆车，还有300个坐席。在大巴窑长大的黄汉民，5岁那年在光前戏院看了生平第一部电影。当时70、80年代的时候，住在市区的人就搬去了新盖的那些主屋区，新的主屋区就开始盖了新的戏院。除了光前戏院，大巴窑镇中心还有一间大巴窑戏院，新镇的居民可以在住家附近看电影。要满足这些居民的娱乐享受。
大巴窑戏院，是龙华机构的戏院。常常被人随手丢弃的票根，在收藏家眼中却是珍宝。黄汉民细心收集各家影院的票根，将一张张小纸片妥善保存，守护着他和电影之间的美好回忆。当年的戏院并没有电子售票系统，观众挑选座位时靠的是一张座位表。选好座位后，售票员会在纸上打个叉，再把座位编号写在票根上。不同座位的价格也有所不同，楼下的前排座位一般比较贵，后排比较便宜，而2楼的座位则是最贵的。当时一张电影票价介于1-2块钱，对建国初期平均收入不高的国人来说，看电影算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他们都是喜欢，好像一些大片比较受欢迎片，大家都会省钱去买票来看，因为那是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娱乐嘛。还有一个储藏室，还有一个储藏室啊，可以看一下吗？可以啊。还有什么呢？哇，这边都是杂志，很多嘞。那我好奇，在59年、62年，当时都流行什么样的电影？那我记不太清楚啦。可是我可以介绍一位朋友，他可能会比较了解当时放映什么电影。他名字叫苏张凯。我做皇帝比人强。嘿，张凯你好，寇华你好，你好，欢迎很开心看到你。是的，哇，这些都是你的收藏。是，就是跟电影啦、电视啦、歌台啦等等的相关文物。苏张凯是本地大众文化娱乐文史研究者，他从1995年开始就收藏各种和影视文化相关的物品。所以我今天要考你 ，OK？ 好，我出年份，然后你告诉我那一年红什么电影。好 ，OK？ 接受挑战。好，先出1959年，当时流行什么？江山美人，明代的江山美人，南国电影，封面多么漂亮，江山美人。OK，60年有一个喂，唱山歌哦，这里有他的这个那个时候的宣传单。那我们去到63年吧。63年啊，黄梅调的高峰期。哎呦，该不会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哎呦，我知道这一部嘞。对，梁山伯一心摇把是不是？对，梁山伯与祝英英台台。坊啊那首啊。对啊，这里你看，这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你看多么漂亮。对，凌波跟乐地。这一张哦是特大张的，当时候就是特别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出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单张啊。那你可以看到18相送的这个场景当中哦，所有的小桥啊、流水啊、里面的树啊跟天空，其实都是在场景里面打出来的。哦，看上去像真的，是啊，那其实是假的。对。由李翰祥执导的《江山美人》，讲述正德皇帝和酒家女李凤的故事。影片在1959年上映，其中的黄梅调唱段深受观众欢迎。做皇帝你在行，这话说得太荒唐，什么生意都听过，没听过皇帝这一行，没听过皇帝这一行。做皇帝要专长，我做皇帝比人强，世代祖传有名望，办起来准像唐明皇。唐明皇胡子长，赤白春红最上光，一点都不像唐明皇。做一
一个太监照相当。难道你见过皇帝的面，知道皇帝胡子长？虽没见过真皇帝，可见过细腻的唐明皇。你没有胡子终不祥，只有把江山美人哦，她描绘宫廷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非常的漂亮。这个整个黄梅调的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李翰祥在这个邵氏的片场里面哦，就是搭景把整个皇宫哦搭出来了，在那边拍摄的，非常漂亮。无论在场景设计、美术或服装部分，这部电影都力求极致。电影插曲如《扮皇帝》和《戏凤》，更成了耳熟能详的经典。听到熟悉的旋律，一瞬间就能唤起观众对电影的回忆。江山美人在第6届亚太影展赢得多项大奖，林黛也凭这部影片获颁最佳女主角。相隔1年，另一部同样深入民心的电影诞生了。刘三姐呢，其实就是在中国国内拍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她标榜的就是所有的外景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实地拍摄。通过电影，你还可以看到整个非常漂亮的桂林风景。苏张凯带着昆华来拜访88岁的老戏迷李烈华。他从16岁就开始看电影，之后也从事电影相关行业，并开始了自己的收藏之路。李大哥，你觉得《江山美人》比较红，还是这部《梁山伯与祝英台》啊？这部更红了，更红啊！啊，更红了。哦，那个时候演的好像有整个月这样啊，慢慢咯啊，有看一次，啊，一次就够了，我可以看一次啊，因为有有些很多人看很多次啊。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傍晚了，我骑脚车，那么还有夏薇薇演啊，天天都演这部戏。哦，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呢？这个你有没有看过？哦，刘三姐， Yeah 哇，更隆重了，是更啊隆重。这部戏哈是唱的啦，唱的比较多啦，而且他的歌非常的美妙啦，多数都人听了啊，很喜欢啦，如今，李烈华或许已记不清剧情，但每当看到珍藏的戏票等老物件，那些看电影带来的许多乐趣依然历历在目。李烈华会在收藏的票根背后写下戏名、做记号，为记忆留下注脚。建国后，新加坡的城市面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老物件在这过程中被丢弃，让收旧货者和收藏家有了拾宝的机会。黄汉民的收藏中，有些是亲手捡回来的，但更多的是在跳蚤市场向收旧货者买到的。大约20年前，他接到一名收旧货朋友的电话。热兰乌沙一带的亚伦比路3号正在发展成住宅，这里曾经是荣华机构的仓库。大约20年前，一场大火烧毁了这一切。我当时有接到一个嘎兰古尼的朋友的电话，说这里有一些纸的文物，叫我下来看看，也不知道会找到些什么。
当时我挖到一些就是旧的这些单据啦，上面有写这个荣华机构的地址，那我就知道这里曾经是荣华机构的办事处。荣华曾经是新加坡主要的电影院线之一，旗下戏院包括位于繁华世界的快乐戏院和胜利戏院。在火化后的废墟中，黄汉民找到一些残存的单据，从中可见荣华所发行的电影以及把胶卷租借其他戏院的凭证。就是这些文物虽然是有烧过的痕迹，还有被水灌溉湿湿的，对我来讲我就不注重完整性了，可能这些东西我收来是它仅有的，其他的都被烧毁了，所以这些是对我是比较宝贵的。如果不收就没有了，因为其他的都被火烧完了。这也是我从 Allen Biro 那边抢救回来，这是一个电影的广告，这个电影叫做马来娘惹。荣华机构在香港拍摄的，他用这种南洋的题材在香港拍了，然后就把这个片带回来新加坡放映，在他的戏院。这位女士呢，就是庄雪芳，当时是下雨片王后。她是新加坡人，她是从歌台开始发展，然后到荣华就邀请她来拍片，就红遍了东南亚。独立前的新加坡是电影在马来亚发行的首站。电影在本地上映后，胶卷会通过铁路寄送到马来半岛其他城市，如吉隆坡、槟城、怡保等地的戏院。对于电影历史呢，新加坡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中心。二战以后，新加坡的电影工业又开始蓬勃了起来。邵氏和国泰一同开启了马来电影的黄金时代。中华电影制片厂也陆续拍了3部华语电影，并且出版了电影特刊。蔡文金导演执导的电影《华侨血泪》便是其中之一。这部是新加坡第2部制作的新加坡的华语电影，是战后第1部，战后的第1部新加坡华语电影。这个是我其中一个最宝贝的文物。华侨血泪讲述了2战时期日军在新加坡的暴行，以及南洋华侨奋战抗敌的故事，展现了他们在异乡求存却心系家国的情怀。1946年，这部电影在新娱乐大戏院上映，非常受欢迎。那个时候，距离战争结束仅仅1年左右，这部电影可以说为观众提供了一些慰藉。73年后的2019年，华侨血泪经过修复后重见天日，让不少新加坡老影迷重温往日情怀。随着时代发展，曾经热闹非凡的戏院，有的早已拆除，有的虽然保留了建筑，却不再放映电影。我当然是很伤心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一个戏院，可是至少它会保留那个外观，还可以有一些回忆。可是有一些是拆掉就很可惜，我觉得应该保留它的建筑了，所以我就收藏这些，保留这个回忆了。每一代人都有看电影，有去过戏院，这些都是不只是我，还是我们长辈的回忆，一个集体回忆，而且是记录的历史，证明这些戏院当时的状况，还有他们的存在。
回看大众娱乐方式的发展，战前盛行的街边戏曲，因电影的兴起而逐渐没落。到了60年代，电视又逐渐取代了电影，成为主流娱乐。如今，串流平台当道，尽管戏院还在，但它的黄金年代早已远去。每当有人回望光影的记忆，这些收藏品就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